收看四姨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。鼠年春晚的最大亮点是一个新字，即节目形式新、内容新，敢用新人。而已经登过4次春晚舞台的 TFBOYS， 今年依然要在电视机前陪观众们过大年。但与以往不同的是，王源、王俊凯、易烊千玺3人首次在春晚的舞台上同台不合体。先是王俊凯与李荣浩、于毅搭档演唱李荣浩的新歌《爸爸妈妈》，这已经不是王俊凯第一次跟李荣浩合作了。早在之前的综艺里，王俊凯就曾翻唱过李荣浩的歌，两人还曾一起合唱过《李白》。而李荣浩和王俊凯这对大小眼组合，由于于毅的加入，瞬间变成了老中青 boys。采访中，李荣浩夸于毅是被演戏耽误的歌手，而王俊凯在互动过程中明显与两人隔着重重代沟，这支刚成立的组合看点十足。再是易烊千玺牵手王嘉尔、罗志祥表演歌舞节目《青春的起点》，易烊千玺与罗志祥曾在某街舞比赛综艺中同为导师，综艺上的结盟情缘延续到春晚的舞台上，同样是老中青3代。一个是顶着亚洲舞王名号多年的罗志祥，一个是唱跳俱佳的王嘉尔，再加上年龄最小但武功了得的00后易烊千玺，这对神仙组合注定要嗨爆全场。而3人中最让人意外的或许是王源，他是3个人中最后一位登台表演的，演出搭档则是徐子薇、张含韵、张韶涵和杨紫。年纪小的观众可能不知道徐子薇是谁，但是要提到中国范儿、中国美这2首歌你一定听过。作为春晚的老牌御用音乐人，这次搭档王源、杨紫这2位新生代艺人，不知道会碰出怎样的火花。作为新生代组合，虽然王源、王俊凯、易烊千玺年龄尚小，但对春晚的舞台却并不陌生。已经有4次登台经验的他们，今年是第5年参与春晚的录制。2016年 TFBOYS 以组合形式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，一首火遍大街小巷的《青春修炼手册》成为歌曲串烧节目的开场。那时的他们略显稚嫩，与后面的卡通人物背景丝毫没有违和感。2017年 TFBOYS 与欢乐颂舞美合作，在春晚的舞台上一同演唱歌曲《美丽中国年》。这次舞台没有卡通人物陪伴，与界内前辈一起表演，3小只却丝毫不怯场。2018年 TFBOYS 再次登台演唱歌曲《我和2035有个约会》，当时他们已经成立了个人工作室，各自单飞，团队解散的传闻时有争议，而再次合体同台登春晚也让很多粉丝激动不已。与第1年登台相比，曾经的3小只已经成长为大男孩，不但造型设计成熟很多，台风也逐渐脱去稚气。2019年 TFBOYS 这回多加了1名成员，吴磊与 TFBOYS 一起登台，搭档秦岚、江疏影、景甜3名女演员，共同演唱歌曲《我们都是追梦人》。彼时已经占据顶流位置的3人成为了当晚的亮点。2020年则是 TFBOYS 的第5次春晚之旅，不同的是，这次他们不再合体，而是被分布在晚会前、中、后3个节目中，先后出场，贯穿整台晚会。如今他们每个人的实力和号召力都不容小觑，3小只也从最开始组合出道到现在各有发展。王源在继续唱歌的同时，还与王景春、咏梅这2位老戏骨合作拍摄电影《地久天长》。2019年底，王源为了音乐梦想暂停部分事业，选择出国留学深造，学习专业音乐知识。而作为周杰伦的头号粉丝，队长王俊凯则一直在音乐的道路上前进。在中餐厅3中，王俊凯因为情商高、吃苦耐劳等表现获得网友一众好评。3人中曾经最不起眼的易烊千玺，如今却凭借《少年的你》成功转型成演员。在与罗志祥、韩庚等人合作的综艺《这就是街舞》中，精湛的舞蹈功底惊艳了众多观众。从一开始的台风稚嫩到如今各自独当一面，5年的春晚经历也让观众们见证了 TFBOYS 的成长。以新为亮点的2020年鼠年春晚， TFBOYS 也将迎来他们第1次同台不合体的全新春晚之旅。每一年春晚都见证着3小只慢慢蜕变成少年的你，脸部线条从柔和变得硬朗，气质从青涩变得沉稳。
离他们2013年出道已经过去快7年了，6年多的时间对于3个人来说就像一场 live show， 亿万人都看着他们长大。以太还特意去翻了翻他们最早的纪录片，想看看他们一路是怎么过来的。一边看一边突然体会到那种收成的喜悦和欣慰，就像在他们全员成年的那天，大家说的那样，恭喜你 TFBOYS 养成游戏已全部通关，是成长，是选择，也是坚持。这个诞生于重庆少儿培训班，在网络发家，创造粉丝经济高潮的男团，就像是蜘蛛侠平行宇宙里的小黑猪迈尔斯。原本是3个完全没有背景的初中生，被蜘蛛咬一口，开启奇迹人生。易烊千玺14岁生日，粉丝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易烊千玺。王源15岁生日，成为中国首位登上纽约时代广场的00后艺人。王俊凯16岁生日，粉丝转发微博4283万，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。但是翻看 TFBOYS 以前的照片和视频，你会发现哪有什么一夜成名，在出道前三小只就已经为了这一天做足了准备。出生于湖南的易烊千玺2岁就跟着爸妈来北京了。正式出道之前，他学跳舞、学书法、学乐器，甚至还会去学变脸，然后见缝插针去参加各类选秀。千玺妈妈说，没有几个人能够经历过我和千玺这些东西，真的很辛苦。2010年的小凯刚刚11岁，一脸稚气。虽然成为练习生是一次误打误撞，但一旦做出选择，他就一定能坚持到最后。他说，看不清未来时，就比别人坚持久一点。所以即使同期的练习生陆续退出，公司一度只剩他一个练习生，他也撑了过来。我犹豫过，但因为还是想继续唱歌，所以坚持下来了。3年多的练习生涯，他只迟到过1次。2011年，10岁的王源还是一名普通的小学生，父母做汽车相关的小生意，被星探看中，变成了一名练习生。王源是全公司舞蹈最差的练习生，最难熬的就是舞蹈课，几乎每次都是一边抹眼泪一边咬牙坚持。出道后，王源的辛苦和辛酸，妈妈都看在眼里，她很心疼。如果可以重来，我绝对不会让他走这条路。可王源没有放弃这条路，还说如果再来一次，他还是会在这条路上义无反顾。他们3人的焦点从2013年开始。TFBOYS 出道的方式很简单，贯彻了网络红人路线。该年6月上传了一支名为《10年》的宣传片，就算是出道了。没有发布会，没有新闻稿，这也就是 TFBOYS 10年之约的由来。他们凭借《青春修炼手册》出圈，3个完全没有背景的小孩子，出道仅7个月就打败了当时亚洲最火的几个偶像团体，还拿到了内地最具人气歌手等2个奖项。台湾媒体还将他们称为陆版小虎队。同样是主打年轻向上的少年偶像团体，接机场景也相当惊人，让台湾媒体都吃惊了。不过人名气一大，恶评和质疑就来了。有人说他们实力配不上名气，觉得他们没有才华，却占据着这么多资源，不公平，带坏社会风气。很长一段时间，由于调侃和恶意，他们被叫做掏粪男孩。那段时间，小年纪的他们真的很低落。说实话，他们在心态调节上，以太觉得比很多成年人都要成熟一些。王源十分清楚自己目前的实力同所享用的名气并不匹配，他能做的就是努力，希望有一天能依靠自己的努力，把名气与实力2者距离缩减到最小。千玺学会将精力放在爱自己的人身上，尝试不去在意那些不好的声音。小凯学会扛起压力，用高考告诉大家，他们在工作的同时也不会落下学习，是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的。因为他们知道回应可能只是将拳头打在棉花上，解释徒劳无功，就专心去做该做的事儿。2014、2015年的他们慢慢完成了自我积累，让粉丝和所有人都看到他们在追寻自己梦想的情况下，也能够把学生的本分做好。失去了追梦路上一起奋斗的伙伴，独自克服在众人面前唱歌的恐惧，在一次次失败面前重燃志气，卷土重来，让三小只成功跨过一道道关卡的，除了潜藏的勇气，更重要的是坚韧不屈，是正身谨心。当 TFBOYS 变成 TFMAN 之后，不得不面对的话题是成为大人。但成为大人就转型成功吗？没那么简单。转型成功需要他们突破稚嫩，担当责任。他们没有一直躺在 TFBOYS 的 IP 上去消费人设赚点快钱，而在2017年各自成立工作室。王俊凯在19岁的时差里，他写道：
成年意味着我已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，要做出选择，并且对这些选择带来的结果负责。他说，当一个人肩膀上担负起更多的东西的时候，那他也在成长。于是王俊凯开始不断出现在影视剧里。虽然王源抽烟引起争议，但他主动承认错误并道歉，期望自己能成为更好的大人。在2019年的夏天，他剃了寸头，放弃了很多宝贵的机会，毅然决然地选择去海外留学，换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。他希望能用这种方式提醒自己认真去学习，一切从头开始。从他们成长的过程中，也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的影子，比如从被迫成长到主动选择。很多人因为他们的光环就觉得他们本该优秀，却忘记他们还是刚刚成年的孩子，只是唱出了属于他们这个阶段的歌。回忆这个年纪的自己，多多少少也都能找到成长中类似的共情点。经历重压，努力不被肯定的委屈。时间过去，那个听到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会哄堂大笑的年代已经越来越远。我们也不再以轻视的目光看待他们，也从3位少年的成长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因为在他们身上看到的青春是很完整的，他们怎么付出努力，他们怎么承受压力，这些压力，这些辛苦你也曾品尝过。而且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特别积极向上的一种力量，让人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动力，觉得未来的自己会更好。6年了，他们才刚刚成年，却还在慢慢长大。滚烫的青春有很多过程，经历过了就变成大人。想做什么事情就去做，不要给自己留遗憾，路才刚刚开始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